哇，这一集有送我礼物啊！哇，那个包装纸那么漂亮，所以我打开来啊。哇，开宝箱哎，其实哦，这个节目开宝箱不是开心的事情来的，一直有多惊喜哇！宝箱里面还有箱子，哦，现在是哇这么，我看一下，原来里面是有一个平面板。OK， 你已经打开了第一个提示，然后呢，我家很大，很大好啊，大就表示储藏空间多啊，丢的东西比较少啊。不过我觉得这个箱子一定有问题的，一定是可能里面很多箱子，我去看看，是不是啊？嗨，你们好，我是 Sarah， 我是一名行政人员。我现在的客厅好像是一个货仓。我是招娣，谢拉是我女儿。客厅很多东西，最多东西是谢拉跟我小女儿，他们买了哦，不是来用的，来看，来收。我希望客厅能够变成一个舒适的环境，给我的父母休息，然后做他们要想做的一些事情。这样看一看哦，所有的植物都排得井井有条，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的了哈。OK， 我觉得我进去以后没有太过大的惊吓了，因为我觉得是很多东西，但是有排列的很整齐，然后客厅很大，所以我觉得没有很多东西的感觉，我觉得还蛮好的。Hello， Han，你好， Hello，你好，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你？招娣。你好，安迪，你好，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你Sarah， ？Sarah，你好，你好，你好，谁报名的？是我。为什么要报名？ OK， 一点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父母已经劳碌了一辈子，虽然这个位置的话不是很方便他们走动，尤其是他们现在已经有一点年龄了，所以我就说借助节目来帮忙改造一下，让他们有个舒适的家。我是带着一个又复杂又兴奋的心情来报名这个节目，是因为我爸爸3月他有一个小中风，然后我妈妈走动有一点不方便，所以我是希望说这个凌乱的客厅能够改造成一个舒适的环境给他们休养。一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们妈妈也是有眼泪，为什么呢？跟我说没事。好感动，为什么感动呢？因为我的女儿很懂，她很照顾我们。她很辛苦，很辛苦，但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孩子应该要做的东西。所以女儿为什么要报名，就是希望让妈妈跟爸爸有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对不对？对，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其实我从你家里这样看的话呢，妈妈 ，OK， 我们先收拾好心情啊，不要真的 OK， 没事没事没事。谢谢。我今天第一次这样看的话，其实我有点放心的原因是因为我拍了这么多个家庭啦，家庭我看到吓死人了，东西乱七八糟啊，给我们骗我看到都怕。但我刚才进来的时候，我觉得至少我有位置走哎，至少我觉得你这个 CD 的萝卜。可以做工哎，但是我不懂你们所谓的箱子里面的箱子里面的箱子是什么东西，我想要慢慢的了解。我觉得这个空间很特别，我不懂，我看到这边还蛮多这些什么，好像泥钉啊、针织的，这是妈妈做的是。你为什么喜欢做这些东西的？因为我从 secondary 到现在在学校有学 crochet 的，所以我有兴趣。这个很难做，因为他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到一个袖子的。对吗？所以这一片东西至少都要花上 half an hour。你半个小时可以做出这个 size 啊？这样。所以对了，因为妈妈太有经验，对不对？你看啊，我不懂啊，我是觉得啦，其实这里的位置哦，你看我们走啊，都有一点东西顶着，然后你还要把椅子这样拿出来哈，妈妈位置这边又顶到，这边等他弄了，他整个行动方面其实对他来讲是很难才能够坐下来这边让他好好他要做的东西，对不对？我这样看进去啊，这边里面算是一个 balcony 是吗？是。这边很多架子，很多。算是 storeroom 吗？是 semi storeroom。storeroom。我看到一个很可爱的东西，我看到这边有个箱子哦，这个箱子是不懂是可能是电视的吧还是什么，但是外面粘了一个微波炉的照片，谁做的？我爸爸，因为不懂里面是什么，我爸爸就剪的那个
图案就贴在那个外面。担心做，以为那微波炉找不到嘛，所以你爸爸不是写微波炉嘞，是直接把那个微波炉的照片剪出来，粘在那个箱子上面，告诉你这个就是那个微波炉。你爸爸妈妈还蛮有创意的哦。啊是你呢？你会有什么创意？创意装了这么多箱子的创意吗？买东西回来。啊，创意吗？所以就是你的问题。所以这些箱子一箱箱都是你的东西吗？这么多箱，我现在去看另外一区哦，是我觉得我一定要跟你们讲，来，你跟我过来，放好，不要掉到地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嘞，每一个家都一样的嘞哈。书桌像书桌吗 ？No。饭桌像饭桌吗 ？No。这个书桌区是谁的？我跟我妹妹的。你跟我讲，你妹妹已经在外地工作，所以基本上现在这个书桌就是属于你的。啊，是。你还有用吗？没有。没有，对不对？我就从这里用到那边。你哪里有书桌位置？你坐在哪里？我都不懂了。你看，至少你妈妈的那个位置哦是窄是小，但是你妈妈把它打理得还蛮干净，井井有条，东西该放什么放什么。你这一点没有跟你妈妈学习，哎呦！你看这边你跟我讲，这边就是一个小型的迷你 store room 这样子。我看到有纸袋啦，又有一大堆，哎呦，还有一样东西，我觉得真的。请问你们吃饭的地方在哪里？坐在哪里？我们去后面吃。哦，我看到厨房有一个小桌，所以你们3个人就挤在那个地方。2个人，然后我就坐在这边。这很好笑，家里有一个完整的餐桌，吃饭的区域，你们不要用，你们逼到自己分开去吃。一个家里面哦，很多时候能够聊心事的哦，不是在客厅看电视的时候了，是吃饭的时候了。但是我先生哦比较喜欢吃哦，静静吃，静静吃。不用紧，你讲就好啊，OK 的。那我也不要讲咯。等女儿讲咯。他也没有讲。因为我跟你讲，没有一个爸爸妈妈或者孩子哦，不想在家里坐下来聊天的。个性对，有些可能比较静，但是如果你跟他讲到他有兴趣的话题，哪怕他没有什么回答，但是他听到里面是一个温馨的感觉。对，你讲，我明白你讲。有缘才能够做一家人的。对。既然安排你们在一起，就要珍惜，要凝聚。因为我从你们眼神，我知道你们是一个很有爱心、很温馨的家庭，你们不要破坏它嘞。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哎呀，我不明白了，一个这么漂亮的窗口哦。我这边在外面看哈，可以看到天空，没有阻挡嘞，绝对没有人把这个晒衣服的功能是放在客厅，除非偶尔很多衣服了，几条毛巾拿在外面晾干一下，我觉得我们大家了解。但是如果长年累月的用这个地方来晒衣服啊，又阻碍美观，挡遮光，然后又遮风，然后又不美观，一点都不实际嘛，是不是？是的。还有不止这个的，你们的那个万能插哦，这上好像金字塔这样子嘞，很危险的。而且你们放在这边的地方哦，还有纸袋啦、plastic 啦、衣服啦、布料，都是容易烧火的。基本上呢，据我了解，你希望给爸爸妈妈有一个很完善的地方，很舒适的客厅，给他们可以行动自如。第二就是一个能够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一个客厅。还有第3点是我一个空间给我妈妈做她的手工艺品。很好。就基于你这个孝心呢，我一定怎么样的帮到你。如果一些地方小地方做不到，我来帮你到。好不好 ？OK。哇，你们带快点啊！今天物整大件，很多东西要做，快点来，快点！你干嘛那么急？等我，小心不要跌倒啊！我是 Daryl， 一个家最重要的就是温馨感，利用明亮温暖的灯光打造幸福空间是我的专长。Hello， 你好。哎，主人的女儿啊 Hello， 你好。来，请进。你好。请进。来，妈妈来，小心，慢慢走，来。Thank you。Daryl， Yes。第一次看到这个客厅有什么感觉？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好多东西啊，杂物堆积的挺高的，挡住了采光。一进门口，你没看到窗口，导致整个屋子有点暗。可是我觉得那个窗口在这里，而且里头后面这里是什么？是 balcony 来的。哦，balcony。对。哎，那个balcony蛮大的吗？为什么你没有把这个墙壁打掉？是他的前屋主。哦，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然后那个光呢，它进不来。这里暗哦，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那边你看一堆衣服，这个就是一个问题，看到吗？一堆衣服在这边呢。哦，对吗？对呀。他们一家人的杰作。哇，好，现在我们好好的介绍是谁的杰作啊？女儿说谁的杰作？这里谁的设计？这个是爸爸的设计。爸爸。是我们全家人的杰作，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吃零食。我一定要介绍他爸爸给你认识，因为他很会设计东西，可能可以跟你做同事。
我可以打开看看。可以，椅子有一点这个坏，坏了。哎，你们有稍微，是我爸爸的杰作。所以你爸爸就用了所谓的一个 clay，然后再加几块木板把它钉着，只因为了省钱不要浪费。这个我感觉这个木应该还蛮好的，对不对？嗯，所以这个是爸爸亲手做的。你爸爸是是做哪一行？为什么这么厉害的？他什么都做啊。真的吗？爸爸来，妈妈来，你好哦，爸爸哎 Hello 来，安哥你好，你懂不懂哦？这些啊，看到吗？这些架子啊，这些 plastic 啊，这些整个怎么绑起来、锁起来，怎么粘在这橱，全部是爸爸的设计的。好有创意哦。对啊，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做呢？一做刷东西跌倒啊，掉下去所以我。们老了比较方便走一下。他这样做呢，是可能要隔开所谓的饭厅跟客厅，但是有很多杂物哦。地方虽然是很大，但是杂物堆得多，就导致走路的地方空间就小。所以怎么办呢这样我们要重新安排。 ？OK， 安排之前要了解一下你们主人哦，最主要是希望这个客厅要有什么功能。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全家人聚集在一起吃饭，一个吃饭的地方，还有呢？还有给我个人一个工作间。哦你有一个工作间因为我有在家办公。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呢，我是希望说有的话就是让我爸爸可以休息，边休息边看电视。还有妈妈呢？妈妈有什么要求？妈妈当然是不可以忘记她。有一个那个 art and craft 的。妈妈的一个所谓可以自己在一个小小空间里面做她自己要做的手工艺品，肯定没问题。肯定没问题啊包。在我身上。 OK，谢谢你。好，谢谢你。没问题。我是马奇尼，整理是给自己重新梳理空间以及内心的机会，找回生活的美好和幸福。欢迎马丁尼，欢迎啊，我们的新朋友啊。OK， 第一次看到这个家的感觉是什么样？这个客厅。很多东西，这间家里的问题，我觉得东西太多了，还有同样类别的东西却放在各个不同角落，而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通常我的方式就是 start with 去取舍，哪一些你要丢，哪一些你要留，或者是哪一些其实你可以送给别人，去捐给别人用。过后我们要留的东西，我们就要分类，然后我们就每一个东西一定要有它的家。这个很有意思。对每一个这个是东西都有一个自己的家。对，以后你要找、你要用的时候，你就比较方便，因为你就知道去哪里找那个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呢，要开始帮每一样东西找自己属于自己家之前呢，我必须要有一个空间给我们做嘛，对不对？对因为这些沙发呢，基本上是已经不太适合他们了。我们现在暂时呢，请我们的小帮手可以吗？帮个忙，把所有的沙发全部搬出去啊。然后这些是药物，我们暂时把它拿开。OK， 来开宝开宝箱箱。时间。哦呦，这个属于客厅的吗？不属于对吗应该不？属于客厅的应该属于哪里的？ kitchen 的。 kitchen 对吗？我都会讲 kitchen 的，你还放在这边对吗？八饭。爸爸推来推去，全部推来推去等下爸爸讲很厉害，很好了，至少他们知道这些东西要放在哪里。哇，这个有点重。中啊，这个什么东西记得吗？不记得了。来，马婷妮我们看一下开宝箱时间开，宝箱。哒哒。哇，干嘛收起来没有把它摆出来？讲真的，都没有一个适当的橱柜或者一个桌子给他们摆这些摆设品嘛，对不对？所以它只能塞在里面的。请问这些你们还要的吗？不用考虑，没有。真的不用问爸爸，不用你现在是爸爸的。是爸爸的吗？哦 OK，哇，你很轻松的，今天他直接跟你讲，拜拜嘞。哇，为什么呢？他在演，他在演，他在真演。的真的是空的。那为什么空的你会放在那边不要用呢？有时候他们要放东西，会拿出来放。这个是几时买的？ before COVID 哦，3、4年，所以你也是没有用到的。没有，因为那个很有钱。他从一开始买的时候就没有拿出来用，我觉得你有可能也是不会再用的，对吗？哎，我们是应该要对，好，捐或者是环保也好，对不对？对。很爽快，拜拜。拜拜。来，这一箱哦，我打开来看哦，很多一些花盆，还有杯，
妈妈，你还需要的吗？我不需要。你也不要了，哇，很爽快的，很少碰到主人讲每个人都我要了，等一下，给我看一下，他直接跟你讲不要了。说其实安迪你都已经知道你不要了，为什么他们还在这里？对，等你们。等对的时候，很厉害，等对的时间，等对的人，终于等到等了了。好几年呢，至少要等到2019年等到现在，我们第3系列终于等到我们来帮 Yeah，终于你，也等到马天天帮你这个，我们是来帮我们捡垃圾、 OK，丢垃圾。我想建议你以后，假如你有什么东西，你觉得其实你不想要再留，就立刻丢掉，或者是捐出去，好的不要再存下来。对对。我觉得妈妈跟女儿呢，她们都是很乐观的。我们在取舍东西的时候呢，她们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她们也知道她们要收些什么，然后有些是没有价值的呢，她们很愿意的把它丢掉。这是什么来的？哎呦，这个是一个人的身体耶，那种你在那个购物中心，你看到他们穿衣服的，你就看到经典的。这个经典，你看他的手，我看到了。为什么会有这些？你们在家里卖衣服啊？啊，是谁的？哦，这是我妹妹的，因为她以前有做卖衣服的，已经开始发黄了。发黄发了。黄啊，我是觉得啦，基本上不管这个东西是谁的都好了。你看马婷妮已经教你们这个不应该在客厅，其实你应该把这个学到的东西，也把这个知识呢也教给你妹妹，让她知道，对不对？那个这个本来是装什么东西的？本来是 alcohol wipe 的，就是那个然后消毒消毒爸爸就画放了一个了一个。水图，你画的蛮像的哦。你看，你要帮爸爸其实很可爱的，呀他会这样画，告诉大家这个是一个水壶，所以他们不会找不到的。这个最经典的，这个是最经典的。上面看是一个电风扇，旁边看是一个微波炉。他本来的箱子去了哪里？对，丢掉了，为什么起初不要把它放在他自己的箱子里头呢？因为这边破那边破，连我们丢掉了。然后就为了要找一个箱子，你们去买一个风扇。不是，好了，我们这样收一收大概都知道箱子里面的东西是很多都不应该在客厅的，对不对？对，基本上，其实我还蛮放心的，是从刚才到现在，我们打开了大概10多个盒子。妈妈其实蛮爽快，女儿也是蛮爽快，他们知道哪些东西是不属于在客厅，他们就觉得应该捐或者丢掉嘛。所以其他东西、其他箱子，你们照马婷妮的方法呢去处理，该留的留，不该留的拜拜。可以的。对，哇，这边还有一个50块你看那个日期呀， ，February 2020已经过了。这浪费。这种东西要有它的家会在哪里，有日期规定的，你就会放在比较显眼的地方，maybe你可以放在你的书桌上，你就会记得去用。这个应该是在中学的时候买的哇，很久了。呀，可以还是可以用，因为需要的人那个所以你可以捐给人，这个也可以捐给人。那我发现很多东西其实不是属于客厅，你也是要知道说他的家不是客厅，要不然装修了美过后，其实你的东西放不进去，还在外面就变成很乱。 OK， 好。不要以为收工了啊，还有那边才头痛啊。哦，OK，看那边才头痛，来跟我来。客厅的另外一盘，小心哦。哎呀，这里也是一样啊，饭桌不像饭桌，书桌不像书桌，摆了一大堆杂物。基本上这边这样看过去啊，马丁尼，你这样看的话，都是一些文具，是不是？对，笔啦我就发现说这里变成书桌了，是吗？对啊，现在书桌在房间里。 OK，从那里搬到这里，这里搬到里面。刚才在客厅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学到了什么东西？就是各有他们自己的家。这个既然是饭桌吃饭的地方，然后就不可以有这些杂物在这里。而且都是文具，所以文具应该摆在哪里？就在那边。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摆在这边，不行，因为现在也没有地方放。你也是要看哦，那些文具，因为这些笔你也是要 try 说是否还可以用，只要不可以的就要丢掉了，没有用再留下来。 OK， 好，那我们先请我们小帮手先把这边那些杂物先都拿开。这个是他工作时候用的，因为到时他有一个所谓的工作的一个区块， OK，这个可以留在客厅，对吗可以还在用的吗？有啊是 OK，那我们这个肯定要留哈。 OK， 来，可以了。为什么需要这个桌子？因为我需要把东西放在桌子上，让大家看看你这一堆所谓的工作室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哇，我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这个来，好吗？来我一点点搬过去来，打开给大家看的，我也不晓得，一大堆杂物啊。好，这些都是一些小小的那些玩具啊，是以前小时候买来的，就是朋友或者是父母送的。就没有用了啦。没有用，可是有纪念价值。这个的话，就是应该是我中学的时候我妈妈买的，虽然没有用啦，可是而且里面还很干净。
这个是以前买东西吃，然后觉得盒子很漂亮、很可爱，可以再度循环。然后这个是我小学买来粘小学还蛮有纪念价值的哦。盒子是可以拿来收东西的，你要利用它，让它有一个意义存在着，而不是空空的摆在那一边。第二个就是数量，因为数量你越来越多，它会堆积 ，and then 占满了地方空间就不好了。每个物品都有它的用途，所以假如你没有在使用那些物品的话，我是建议你可以捐给别人，让这个物品可以使出它的用处。现在纸全部变黄色了。你买来的用意是要拿来用，对吗？可是你一直以来都没有拆出来。刚才我就讲说娃娃这个要拆出来，你拆出来了你才会用，如果你没有拆出来不会再用。这个我要做纪念，所以我建议这种soft toy 对吗？要把纸袋。哦，你不要，为什么？因为很多灰尘。你还怕灰尘？你家还怕灰尘？你跟灰尘相处很久，已经是好朋友很多年了，你还怕它？我觉得，假如你放在 plastic 里面，这个玩偶其实好像很可怜这样子，它在里面，所以你要把它拆开，让它可以呼吸到空气，然后你摆出来是比较好。假如你全部堆积在里面，其实我觉得它很可怜。我觉得 Sarah 她的面部表情呢显得不一样，她有时候会想一下子，会犹豫一下子，因为这些东西呢，其实只要对她来说有纪念价值的话呢，她会有点不舍得。你收了这么多个纸袋跟环保，每一个家庭都有这个问题啊。因为偶尔要给朋友东西的话，我们就会拿这些，然后就送出去。OK， 因为这个很容易堆积的，你买了东西你就回来，你就放在这边。我了解他了，应该不止这一堆吧？这里还有，你看哪里？看妈咪后面，呢，这个 cooler bag， OK， 他们有很多。我看每一个橱柜里头都有一个 bag 出来。开宝箱鱼记起没事。OK， 来，既然马婷妮在这边，我觉得我需要马婷妮教我们大家啊，所谓怎么样的一些分类。你看，我们把全部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哇，数量那么多，我们可以归纳到一个纸袋这样子就足够了。OK， 以这个纸袋为主了，好不好？对 ，OK， 你可以看第一个就是它的 size， 就是还有它的材质，所以差不多一样的 size， 我们可以留 maybe 10个，所以其实你根本不用那么多for同样的那个 size。这一堆就已经10个了。对，所以你就可以。我们收这一堆就好。对。 OK， 这直接放在我放在这里。对。好。好，另外一个比较大的 size 还是小的 size， 中型的，像这个呢，就跟刚才那个类似的 size 一样，我们就不要了，这些就。所以我觉得不要丢，而是我们可以捐出去。我发现有一些 CC 或者是超市，他们会有一个角落让我们捐这个纸袋，所以那些买东西的人，假如他们不想要花钱买纸袋，可以直接从那边拿人家捐出来的环保袋，不是环保袋在那里。然后这个你看它的功能就不一样了。这个我要。所以我觉得这些可以收出1、2个，因为它是 cooler bag 来的。这个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个我捐出去。好，可以小心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啦。至少慢慢看，我们给10个比较大的，10个比较中型的，跟刚才比较，刚才有2、3箱变成这么小袋耶，是不是足够用？这个环保袋学会了没有？要记得这个环保袋的家在哪里，以后你买东西回来就放在那边。然后我看到这些呢，tissue paper 啦、湿纸巾啦，哇，你看很多哎，你看都不应该是在客厅的嘛，对吗？对。其实我发现这些湿纸巾在其他角落你是有湿纸巾，对吗？对，说一样的说法就是同样的东西把它放在同一个地方，就是它的家，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它的数量有多少。我发现这个好像因为你每次买就买很多，是吗？是。说通常你会多久会买一次这么多的？应该3个月到4个月。对，所以你看啊，因为我们家里位置有限，对吗？说可以的话，你从3个月买一次 ，maybe 你可以减到2个月或1个月买一次，可是你的数量减少。你看，它连卫生纸也全部放在这里。还有更好使用我们的空间的话，其实那些你必须用的 ，maybe 每一样你可以拿2包出来放在这里，所以你需要出门的时候你就可以拿出去，而剩下的就收起来在储藏室。这省很多位置，你看这一堆就刚好省了多少位置？你看至少我看到你的这个书桌了。不应该大量的购买东西来囤积在家里，因为这样会占用到家里的很多空间。这里很多药，然后这里很多抽屉里面是谁的东西啊？大多数都是我的。你的，然后呢？另外一边是我妹妹的，然后上面是公用的。OK， 很好，妈妈暂时休息。这里让我们好好教你的女儿。来， OK，好们，由我来，来，去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宝啊？
这里放口罩口，然后这个是用来杀小强的，对吗？你放在一起，结果等下你戴上去的时候，不是会闻到这些东西？这橱柜里头有什么？哎呦，包包，还有些什么？都是我的包包，然后尤其是这个，是我小学的时候，应该有30-40年了。哦，里头大多数的都是蛮久，有一些纪念价值的吗？是。OK， 不然我们把它拿出来，看一下。这个又是什么？这是我妈妈50-60年的中国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们两个这边挖了一大堆东西，什么东西？我觉得，一样讲什么？我们从这个讲。这什么？你有看过这样东西吗？我没有看过这样东西。你怎么可能没有看过？我没有，真的。婷婷看过吗？没有。你们全部在这年轻哎。看过。你没玩过？没有。真的我不知道怎么玩。基本上呢，它就在这边，比如黄色哈，这样子哈。就这样走。你走一步 ，OK， 我走一步。然后就一直这样走。不是，你可以这样子跳过来。比如说现在这样子的话，你在这边，你可以这样跳1个，跳2个。你要想办法把这边的移来这边，这边的移来这边，谁先移完就谁赢。就是你妈妈已经买下来到现在。是。是一个很有纪念性的东西哦。然后这个你说30年前的。对，30-40年前的。因为以前我去小学的时候妈妈缝给我带，装那些课本。对。最后一样就是这个。是刚才说的这个是我中2我要教的功课，可是我不会做，我就叫我妈妈我不会做，然后就拿过去做。对，这个是我的做的，我的杰作。哇，你的杰作，然后你女儿拿分了，她厉害了哦。哎，这个很有纪念价值。我发现这个是不是一个枕头套？是。就是假如你有这个 size 的枕头，可以拿出来使用。可是我就是舍不得用，因为是我妈妈的作品，对吗？用多了，它的颜色就会掉很快。没有，你这样收住，颜色也是会掉。对，而且永远都没有机会看，你应该好好的享受，每天都看到，哪怕它有点脏了，拿去洗了，自己不会洗，拿去干洗店，他们会懂得怎么保护这个套的。基本上我觉得他们一家人都很关心大家，只是我觉得他们没有一个很好的环境，让他们舒适的能够坐在一起，好好的聊心，好好的吃饭，好好的坐下来下棋聊天。我觉得这个我是很迫切的希望给他们这一些。德瑞，你为 Sarah 一家人做出怎么样的设计啊？我会以法式田园风为主，这个风格主要是利用温馨的颜色和朴素的家具，带出生活的气息。那为什么想要用这个风格呢？因为他们给我一种温暖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风格会适合他们。那你融入了怎么样的一个元素在里面？橱门上的线条设计是经典的法式元素。我们也用了很多木纹的地板和隔板，带出自然的风格。单单听我就已经沉浸在这个自然当中，我肯定他们一家人会很喜欢你的设计。谢谢。所以我看看你的设计，说你的设计是这样子。排版中间排版2、4、3。Darryl， 我觉得一间家呢要好看，要有氛围感，从天花板到地板的设计都有所讲究。那 Sarah 的新客厅打造个法式田园风，该如何去做呢？除了在空间规划上，我们还会在墙面上花点小心思，营造不同的氛围。走，我们去看看吧。走吧，走。Darryl， 那墙面可以有怎么样的设计改变呢？我们会用镶板来装饰墙面。它们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况且又能防水又好打理。那至于 Sarah 的家，我们会用什么款式的镶板呢？我们会用这款 Wave Panel， 它就是木的材质。然后颜色方面呢，我们就会利用一个白色，营造出一个比较温馨的感觉。哦，难怪，其实放起来就像我身后的这个，对，就像浪一样嘛，对吗？对，是的。走，我要选择另外一款，我们过去看看吧。OK， 来走。这是无缝拼接镶板，当它们拼接在一起的时候，不会看到任何的缝隙。那材质上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款除了防水，而且还是 DVOC 的，不会有这么重的味道。哦，
OK，在这里 Daryl 真的是要谢谢你啊，装修真的是有非常多学问。现在我已经选好了镶板，我需要去找 Sarah 了，我们到时候见。好 ，OK，谢谢，拜拜 See。you。Sarah，今天呢，我帮你找到了一间机构，你能够把收拾好的物品呢捐出去。我们想捐这些，谢谢你们的爱心，谢谢。谢谢。这里呢不只是个二手商店，它也是个为心理疾病的康复者提供技能培训还有工作训练的地方。那如果你把东西拿来这里捐掉的话呢，他们就会把它卖掉，更有意义。这里的物品种类还蛮多的。对啊，其实他们这里也是有收集衣服啊、包包、鞋子等等的。我看到这些物品还蛮特别的。这些物品呢，都是由会员自创社会企业以及母鱼子计划受益人所做出来的手工艺品。你看一下，这些都是用废弃的布料来做出来的。这些手工艺品呢，就会放在这里出售，非常有意义的。你看一下，有没有喜欢的？欢迎你们来！哎，妈妈你好，小冉你好，紧张吗？兴奋吗？比你更紧张。真的吗？我也紧张，但是我还是要让你们更紧张一点，就是我要你们戴眼罩，不可以给你们看。来，我帮你。OK， 小冉，你先把眼罩拿下来，然后妈妈的一起来，准备1、2、3，给妈妈戴眼镜，睁开眼睛看，看一下。怎么样？是不是很宽？对，很明亮，对不对？对。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一幅墙在前面嘛，在这个表客厅，现在拆掉了，整个客厅更加宽、更加明亮了。对，很美。这是法式田园风哦，主要是用了温馨的颜色以及自然的元素来带出整个家的温馨感。我们把厨角跟梁柱都做成了圆角，使得看起来整个比较柔和的感觉。然后呢，我也记得那时候它很需要很多橱柜嘛，所以我这样看的话，这里做了很多橱柜，从进门就已经有橱柜了，对吗？从玄关方面开始呢，我们就做了一个座位，方便安迪杨哥换鞋子。然后橱柜呢，我们也做了一个悬空的设计，方便放一些拖鞋之类。而且它的设计真的是非常周到。我看到妈妈的人一直在笑，她真的是非常开心。看到他，我开心了。他跟我们设计啊，真的是很不一样，对不对？哦，不止这边呢，妈妈，还有你的最重要你的地方啊，你跟你女儿的那个地方工作区，我们过去看看好不好？来。这里呢，就是你们2母女的地方，因为之前你的工作区是在对面那里，对不对？是。然后摆满了很多东西，可是现在移过来这里了 ，Daryl 是有原因的吗？你把它摆放在这里？是的，我们放这里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采光好，靠近窗口，所以工作起来也方便一点。之前的位置大概只这么小了，我没有记错。现在从这边到这边呢，都属于你的了，应该很够用，还有抽屉给你了，对不对？你会很善用，对不对？让我有一个很清新、很想要继续做长小时的工作。现在你也不要因为这样子的工作狂，不要忘记照顾爸爸妈妈了。好，在这里好好工作是好事哈。是的。妈妈之前的角落是在另外一边，就是在另外一边那个地方，对不对？那同样的，为什么把它移来这边？是因为光线的问题吗？对，主要也是因为方便我们使用整个空间的位置。而且我觉得加上他们2母女可以一起共用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好的这个设计。一边裁缝一边聊天。哎，说到裁缝我看到妈妈身后那个裁缝机，我的妈妈传给我的20年。哇，80年了，还可以用吗？还可以用。本来不能够，是因为等下说找人修好了，把它修好了，对，现在能用。还有这边他跟我修很美，给油美了，真的是非常漂亮哦。是的 ，Daryl，我看见到这个壁画真的是非常特别又非常好看，你是怎么做到的？而且设计上是有原因的吗？是我们采用了壁画的镶板来增加客厅的色彩，以及带出那个自然的气息，仿佛春天到来的感觉。还有一个惊喜哦，是的，
哪里？在这里。他紧张了，还有有人在看他紧张，什么来的这里？哦，你做了一个烫衣式的板，烫衣板，对。哎，真的是很方便的，妈妈在方便使用台风的时候就直接转身就可以用到了。对了，就是用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给收回去，节省空间。你们两母女真的好好谢谢 Daryl， 谢谢你，真的太用心了哈。应该的，应该。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每一样东西都要属于他自己的家，就要由马提尼帮忙收纳，好不好？我们有请马提尼帮忙啦。马提尼，真的嘞，因为妈妈这个位置非常重要，对她来说是几乎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吃早餐，可能在外面自己开始做手工的，对不对？对。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要教妈妈怎么把东西摆放好，整齐又方便她了。我们好不好？先从线好不好？因为线应该是最主要的，对不对？哎，这是我们做这么多个系列第一次做所谓的绒线呢。觉得我们首先要开始分类线，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已经用到一半，有一些其实还是原本的。你的意思讲说要把它分类，就是用过的跟还没有用过，我们分开，对不对？那 Sarah 你自己本身会不会做这些？有没有跟妈妈学？没有，看得出他没有兴趣哈。哎，这个工要很细的，妈妈哈。OK， 所以这一箱呢是用过的线，这一箱是还没用过的。所以用过的话，马提尼，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呢？好，因为安迪你做的时候，你应该是会看颜色，对吗？所以同样的颜色的归类在一起。妈妈要用的时候，她比较容易找到她需要使用的毛线。你这样的处理是怎么说呢？这个是一个粉色系列，对，就一个颜色的系列，对。这个也是粉色系列，但它有是掺颜色。哦，然后这个是属于比较灰色、褐色系列的，对，然后这个是暗的深色的。这个颜色我们分类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直接放进厨吗？哦 ，before that， 我们应该把它捆好先，再放在盒子里面，站立式的，所以当妈妈打开盒子就可以一眼就可以看到全部。以前你没有这个习惯这样收，对不对？肯定没有了，其实没有。应该打开那箱子就知道是乱七八糟，一堆的，对。一个躺下来，有些站起来，有些乱放。是，你看刚才单单这箱就好，刚才我们放的时候是几乎满的，对。那这样摆放还有位置，对。因为妈妈会坐在这边，对吗？所以我会建议是这边的橱。这里吗 ？OK。因为这个是经常使用的，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眼这边的格子，比较容易。重要是让妈妈伸手可取的地方，对不对？对，我们使用盖子的话，有一个好处是你可以叠起来。而且我觉得马提尼很聪明的，用了这个透明的收纳盒，非常好了，一目了然，而且很轻便。这个就是已经用了之后，然后这些都是还没有用的，要怎么分类呢？一样同样的方式吗？对。妈妈，你看，哇，你看 ，very nice， very nice 哦。之前跟现在，马提尼这方法是非常正确的。来，马提尼有什么话说？你会发现刚才是一大堆，好像好多，可是我们放整齐在这里的话，你发现哦，原来其实只有2箱。好，同样的说这个不常用，是不是要放比较高？还是对，one thing 是我们看到全部妈妈的毛线都在这里，是，所以你就知道哦，你的毛线的数量有多少。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什么颜色、什么数量，所以妈妈就可以知道说哦，我还有很多。其实不需要再买了。OK， 接下来的我就觉得很头痛。我单单这样随便拿有纽扣啦，有剪刀啦，有一大堆这些，给我的话，我是真的不懂怎么分类。所以第一个步骤，我们要把同样类品的东西放在一起先。我们已经把针线分类，而且把颜色也分开了。怎么放呢？直立式。对，没有猜错。来，妈妈来放。比较可以 optimize 空间。肯定，而且拿也比较容易，对不对？现在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找它的家，同样类品，我就把它摆在靠近一起的地方。靠近哪里？我发现这里其实设计师有准备了一些格子，所以我们会把纽扣还有珍珠放在这边。所以这些同样类型的物品，我们也是可以放在它的下面。OK， 好，那你摆放。第二个，我们就可以放它的剪刀啊、一些线啊、针的东西，对吗？好，我们就摆放在那边。这个线呢？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另外最下面一个。哦 ，OK。所以他们都住在同一个组屋内，要拿的时候比较容易拿，3层楼。OK， 基本上妈妈的位置呢，已经是算是处理好了，也收纳好了。妈妈有学到吗？有哈，真的有哈。那送你2个小小的礼物。很可爱耶，这2个我觉得可以摆出来，对不对？
摆在一个漂亮的地方，摆那边多漂亮，你看哈，属于妈妈的一个小天地。对， OK， 妈妈满意吗？满意，很满意。耶，我也很满意，真的马婷你教的方法真的很好。OK， 妈妈你暂时休息一下，为什么？因为接下来是你女儿的小天地，我们帮她处理她这个位置，好不好？来，妈妈请休息一下。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谢谢。 OK， 到 Sarah 了哈。我问你哈，第一系列跟第二系列你都有看对不对？肯定有。为什么我这样讲，你知道吗？因为哈，你断舍离很多东西，对不对？对。因为之前你还记得我们来他家的时候，他很多东西一大堆，什么都有，书本也一大堆，T 恤一大堆，bag 一大堆，文具一大堆，什么鬼东西都有。但是现在哦，就剩下这3样东西。就比如其他东西去了哪里啊？不是丢就是捐，要不就是去环保，对不对？环保很好，这一点真的给你掌声鼓励鼓励 ，very good，very good。OK， 现在书本哦，从之前的一堆哦，只剩下这边大概10几20本是他常要看的书本。它的数量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可以其实摆在这个地位。所以你是觉得应该摆在这里是吗？说书我们也是要分看有几类的书，所以 Sarah 已经分类的过后，我们其实就直接可以摆进去。我们可以有几种方式，有人会用以高低的方式来摆，或者是有一些人也是会用颜色来摆，也是可以的。还有很多书它的厚度不一样，只要你全部推进去，就感觉好像不整齐，所以会建议把它全部摆同一个线上。对。基本上我们会用书的那个架子来固定住那些比较软的书，说避免它会倒下来。这个是所谓的激励人心的书本，把它稍微分开一下，就这边是同一个类型的书。所以虽然你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分2边没有问题？因为到时候 Sarah 要买新的书，它可以再加进去。对。我们也是可以摆放一些摆饰品，也是可以让它感觉比较漂亮。接下来我们就要处理就是它一些包包。这些都是我妈妈做给我的。哦，是不是比较有纪念性的东西？你有用的吗？还是通常你把它收起来？哦，你会把它拿出去。所以2个星期换一个包。这样子的话，其实有几种方法。有时候我会建议 bag in a bag。哎，我也是这样。哦，你也是这样。是。 OK， 就是懂什么嘛？懂了，把 bag 放在 bag 里面。OK。我在听的哦。对，所以因为你看这个是软软的嘛，所以你把它放进去里面，它就会站起来。比较能够固定。也是会省空间，也是。是啊，对，这些是很有一个枕头。对，一个枕头套，有大概20多年，要30年。这个其实我今天有准备一个 sentimental box， 就是让 Sarah 放那些她觉得有纪念价值的东西。所以以后你一打开这个 box 的话，里面都是全部你的回忆。哇，然后还有这边有几个奖杯，这几个奖杯也是很有纪念性质的。是。就讲座也放进去吗？这个的话我会建议，其实我们有空间可以摆饰物品，我们可以摆出来。对。因为这种纪念物品你不会通常拿出来。收包包虽然是纪念物品，但 Sarah 会经常拿出来使用，对吗？所以我会建议放在这个 OK 打开来这边对，伸手可得的地方。对，来，我们可以这样子。对。So Sarah，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你的物品，所以你的每个物品我们已经选到了它的固定的家。妈妈的刚才我们也是选到各自的家，所以现在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爸爸的家。来过来。几乎每一个家庭呢都会有零食，哎，之前我记得有很多零食，现在只剩这么一堆，为什么啊？是你们吃的很多，对不对？不是很多。OK， 零食不要买太多是真的，但是你们吃了没有买是值得称赞的，就是还没有吃完就不要拼命的再买。对，因为它为什么这样放？是因为它有高度，放起来就比较好看，对吗？对。说剩余的都是已经是有盒子的，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些都摆放在橱柜里面，对吗？对。好。而且我觉得它这样摆放，你知道几时需要买，因为如果是多的话，你一眼就看得到；如果不够的话，你就可以直接买了。是的，所以非常好。但是我告诉你哦，这边有1、2、3、4、5个，可不是代表全部放零食吧？好不好 ？OK， 好。来，谢谢。其实我真的很喜欢马婷你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每一样东西都要有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家。现在你家里所有东西都各自都有自己的家了。那我们制作团队呢，也给你们一个很舒服、很干净的客厅，也是属于一个新的家。你们要加油啊，维持哦。到时候我们还是会回来突击检查。那如果你们不过关的话呢，你的家具啊，所有的一切，我们就会把它搬走。哎呀，不会啦，不会啦，我觉得不会，对你们有信心。可以啊，加油！ This place it finally feels like home. My how we've blossomed, how we've grown. Through the trees and over hills, we found a valley where the sunshine glows.
我参加加减乘除最大的愿望是让我父母亲有个舒适的家，然后给他们好好的过生活。现在我有一个很美的客厅，还有我现在有自己的空间做我的手工，我很高兴。现在我们做到了，而且不单单只是我父母亲，我还有我自己的一个空间，让我可以舒适的在那边做工。我心理上很安慰，为什么呢？我可以从他的女儿眼神当中看到很欣慰、很开心，因为爸爸妈妈终于有一个很舒适、能够很安心的一个客厅了。这是身为一个主持人觉得最开心的一点了。